请问你这个要播出去吗？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老板 Jim。哎，大家好。那 Jim 呢，可以说是我的生活当中我能接触到的最成功的人了。那我觉得他的故事呢，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发。所以今天呢，我就请他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顺便说一下，大家如果想跟我学汉语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网站 everydaychinese.com，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适合你的课程。那 Jim，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家庭背景吗？我听说你的老家是在河北不对，不是河南啊，河南对，河南的、老家河南洛阳下边的一个就是也是农村的。所以可以说你的家庭条件就是很普通，对吗？对呀，父母也给不了什么，然后呢就是自己去通过上学，通过创业，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说 Jim 呢，应该说是没有获得任何家庭的帮助，是完全靠自己实现了阶级的跃迁，实现了财富自由，对吧？阶级跃迁这个说法有点太夸张吧，反正就是不愁吃喝吧。那你可以讲一讲你是怎么获得的第一桶金吗？很简单啊，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录取的学校也一般吧。然后呢，就是专业我也不是太喜欢，然后呢，在大学中呢就认识了很多师兄，然后呢就跟着他们转到了一个新的行业。我本身是学那个机械设计制造的，后来呢就是跟着他们学习那种编程，后来慢慢就切入到这个 IT 这个行业里边，软件这个行业了。你觉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认识了很多师兄，然后转行到了 IT 这个行业？对，是的。所以你是直接大学毕业就开始从事 IT 方面的工作了？是的，因为那时候 IT 的行业呢还是比较稀缺性的，所以比较容易切入到这个行业。现在可能就难度稍微大一点点，因为2000年之后，那时候这个互联网刚刚兴起之后呢，就是可能到2004年、2005年之后，机会就慢慢就少一些。现在呢，可能就是说这个行业就是属于过剩的阶段吧。那你能不能说一说你自己创业的一个故事？创业其实也很简单，属于是时代的红利吧，就是一个有这个机遇。我觉得创业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去创业。是的，然后呢，其实有很多时候呢，就是运气吧。我的第一桶金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就是跟着大学同学，做了2-3年之后呢，那时候我记得07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反正我挣了30万吧，然后呢，这是我的启动资金，然后呢，就是我开了第2家公司之后呢，摸索了2-3年之后，公司也进入一个正常的轨道了吧。再之后呢，中间休息过2-3年，然后呢，又创办了一个新的公司，继续在这儿不停的在尝试不同的领域吧。你相当于最开始创业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创业。对，是的。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如果创业失败会怎么样？其实吧，有很多时候呢，就是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就胆子会大一些，会去多去尝试一些吧。可能有些人他兜里东西多了，他就顾虑就多吧。我那时候没有啥顾虑，就包括现在，我觉得我去做什么事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这样那样的顾虑吧。第一次开公司，然后就赚到了第一桶金是30万。对，是不是对你来说，你的第一家公司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学习当老板、学习创业的学校？这种创业的，其实有些人可能做成了，有些人没有做成。其实我觉得在深圳这边，可能多尝试总是有机会的。其实我觉得你去做一份工作的话，就跟你当老板一样的。有些人可能过多的计较说这个付出和回报了这些，我觉得个人的一些成长，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更重要。那你觉得你第一家公司带给你的一些启发或者说收获成长是什么？我觉得第一次创业的话，其实也蛮成功的，但可惜呢，就是当时呢，就是公司的那种股权设置那个不太合理，然后呢就导致年轻人嘛，
大家都想当老大，谁也说服不了别人吧。然后呢，就会导致摩擦成本太高，然后呢，就分开几个人都自己干了。可能就是一起吃苦、一起创业的兄弟，最后不能一起享福。是的，大家为了理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没有讲太多说，哎，我要获得什么。但是真的那个赚了一些钱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过多的考虑那种就是说利益这方面的吧，就是可能会导致团队不稳定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赚钱的时候，没有果实的时候，对，觉得大家可以平分这个损失。是的，但是一旦有了成果，就会觉得我的功劳、我的贡献更大。对，我想要多拿这个。对，可能因为大家后来的理念不一样了，或者说大家要去的方向不一样，然后就分开了，就分开开公司了。对，然后你就开了第2家公司。对，我当时开第2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是属于是赌气。就是我觉得别人行，我也行，所以我就去干了。当时找了几个合作伙伴，有人负责开发的，有人负责销售的。然后呢，就是第2家公司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是一开始也是弄了2年不挣钱，一点矛盾都没有。自从赚了钱之后呢，开始有矛盾。对，因为我是大股东嘛，我的师兄就觉得，我这跟着你干了好几年，现在钱全被我一个人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有一天公司都要破产的情况了，然后呢，我一想这怎么办呀？去哪儿找点钱延续公司呢？我就天天在这想这事儿。我突然有一天我就看了我们同行的一个网站，看完了之后呢，我就恍然大悟，开悟了一样，就很快2、3个月就取得了一个就是说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吧。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呢，就是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你有没有用心。我很相信人家说的那个禅宗的那种顿悟的那种说法，就是你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会突然你就会明白，这个事情知道怎么做了。我曾经遇到过好几次这种顿悟的时刻。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顿悟的时刻？开公司之后呢，也算挣了一点钱吧。挣了一点钱之后呢，我就想，就是一个小公司呢，它总有一个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我在想哪天如果这公司破产了，我咋吃饭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呢，我就去做投资。投资的过程中呢，我就慢慢，我也遇到这种开悟的这种时刻。然后呢，并且还不止一次。然后呢，我就觉得有很多时候呢，就是你只要去想了，它可能就有一些突然灵光一现的那种时刻。然后呢，困扰你好几年的问题，突然一下子就解决了。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经常会做一些不同的尝试。就 Everyday Chinese 这个项目，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尝试。那你当初为什么会觉得，我突然间要去尝试一下做一个汉语的项目？因为从你上学到你最后从事 IT 的行业，其实可能跟汉语是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两个方向的东西。是的，我就是遇到了 Joyce 之后呢，就开始想去尝试这个。我为什么想做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学习语言这个东西呢，会不会有一些那个窍门别人不知道？你觉得可能对他们会有帮助？对，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你觉得你创业成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事儿，你要敢下手，你只有迈出第一步了之后才知道结果。我就发现很多人做事他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什么东西行，然后在那儿寻思，一考虑了大半年，去动手呢又耽搁了大半年，1年之后呢兴趣就没有了。就是想好一件事情马上下手去做，可能很快就知道它行或者是它不行，再去修正你的方向吧。就是要一鼓作气。对，先去做了再说，总是在那儿就是说等条件成熟，可能什么时候条件都不会成熟，很多时间呢就可能就浪费掉了。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万事开头难。对，你要先踏出第一步，先去尝试，然后再调整你的方向，或者说再看结果。对，可能有很多人顾虑太多吧，我顾虑少是因为我本身就一无所有，所以我没有什么顾虑。看好什么事儿，它在理论上可行，那就要去做它。
所以这算是你自己的一个优秀品质。咋说呢？我觉得很多人呢，就是不敢去尝试吧，可能就是这是一个最大的拦路虎。就是要克服自己心理的障碍，对，要勇于尝试。是的。还有别的吗？别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个对的人，然后呢，就是别人能给你指导一些的话，可能你会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就是别人已经踏过的弯路，他可以告诉你的话，你就可以避免重复试错。我可能以前也没有跟你说过，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人生道路上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遇到的一个导师或者贵人吧。因为你过奖了。这真的不是一个恭维或者怎么样，就是可能我没有跟你说过我来公司以前的故事吧。你应该知道我是毕业以后就去了泰国工作，对不对？然后但是其实泰国的工作环境和国内的工作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可以说我回国以后有一段就是对我来说吧，算是比较黑暗、比较低谷的一段时间。广州吗？不是，我不说哪个城市，就是我回国以后的第一份工作，其实让我个人非常非常压抑。然后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心理上有一些问题，就是已经可能会走向轻生的那个状态。不至于吧？我真的不夸张，真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每天走在路上，如果看见红绿灯，有时候我就会在想，如果我踏出这一步，哪辆车给我撞死了，我是不是就解脱了？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东西。那个时候真的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是不对的。那个时候，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换一份工作，我一定要离开这里，离开当时的那个城市。然后呢，也就是一个契机吧，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公司，起码心理状态调整过来了。然后我也觉得深圳是一个适合我的城市，就是可能大家人与人之间会比较有边界感，别人不会过多的关注你在做什么，然后而且我也确实在你身上会学到一些东西吧。然后我觉得你从我身上学到啥？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那你自己觉得你身上有什么比较优秀的能够让你创业成功的品质？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我的内心比较强大。真的，你们怎么看我其实不在乎的。一点都不在乎。真的，就心比较大。对，很多事情都不太在意，或者说不太计较。对，是的。除了这一点还有别的吗？执行力比较强嘛，看到啥机会也要去试一下。你在试的过程中，可能你会发现不少新的机会。我觉得人呢，就像动物一样，它要不断的进化才行呢。如果它不进化的话，可能会被时代淘汰。对，就是要保持学习。对，所以你自己也是一个保持学习的人，对吗？反正我好奇心比较重吧，然后呢，就是做很多事儿的时候呢，喜欢瞎琢磨。你家是河南农村的？对啊，河南洛阳的。然后你是考上了大学，然后认识了很多人。对呀，大学认识了不少师兄。那你觉得，就是对于你来说，读书是不是一件在你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我以前觉得读书很重要，我现在觉得读书不重要。为啥我觉得读书很重要呢？因为你在你人生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你通过读书呢，你能认识很多人，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这些人呢，可能对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你工作了之后呢，你还需要去学习不同的东西。相对而言，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你的学习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去一个大学可能不是那么的重要。对，不是说你不上大学就一定做不成一些事情。是的。重要的是你要保持一个学习的能力。对，你算是一个读书改变命运的人吗？算是吧。你现在回到你们的村里面，和你的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之间，就是会不会看出来你上了大学和他们没有上大学有很大的差距？非常大的差距。我的那个小学、初中同学大部分都是农民工，所以你还是觉得读书上大学也是你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对。第二就是在大学里面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一直让自己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是的。所以你觉得学习也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一个保持学习的能力。对。是不是因为对于你来说，你算是一个学习
或者说读书改变了命运的人。所以你在做汉语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也带有一点想要帮助别人的想法。我其实是想找出来那种学习语言的秘方的。你为什么会觉得说，有很多外国人他们会需要学习汉语？我觉得就像很多人会学习英语一样啊，对外的这种交流会越来越频繁，这是一个大趋势，不可逆转的。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如果你会英语的话，你可能比那些不会英语的人在找工作的时候更有一些优势。艺多不压身嘛，有总比没有强。对，所以可能对于一些外国人来说，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兴趣，但是对于有一些外国人来说，可能学习汉语，往小了说，可能就是增加一些收入。其实现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那如果你会汉语的话，至少你可以和游客沟通一下。你会说汉语，你有这个能力去接待中国的游客，比那些不会汉语不能接待中国游客的人，可能在收入上会多一些。我觉得在香港就特别明显，15年前吧，然后呢去香港的时候，你说普通话，好多人都沟通不了。现在我觉得啊，你去买东西说普通话，基本上8成到9成吧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可能这也是学习语言的一个意义，就是可以加强沟通和交流，然后可能也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点点改变。那说到这里呢，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马上就是黑色星期五了，所以呢，我们的 Everyday Chinese 也会进行打折活动。所有年费会员是23折，所有课程是5折。如果你想购买 HSK 1到4级的课程包是45折。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描述栏里的链接去购买。Jim 如果想让你给一些想赚钱的年轻人吧，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你会说些什么？我觉得先找到一个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方向。普通人的话，就是可能从那种小的机会慢慢入手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你在做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一个比这个更好的。我觉得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你要想一下自己做好了怎么办，还要搞砸了怎么办，提前准备好吧。创业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你没有什么顾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对。那现在对你来说，你是不是会更有得失心一些？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这种得失心吧，因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控制好风险就好了。一件事情它不行，做了之后很快你就知道结果了。就是如果它不行，你可以调整方向，而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行我就硬给它死磕，这个没有意义的。就是说在适当的时候还是要学会放弃。对，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现在对你自己来说，有没有对未来的生活有一个想法或者说规划？最近经常去爬山吧，然后我觉得在有生之年把中国名山大川都溜一个遍儿吧。这是你近期的目标。对，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吧，他们现在可能对于自己的未来会比较迷茫，然后他们也觉得自己干着一份没有意义的工作，工作就是为了吃饭，好像没有什么意义。那对你来说，你个人认为人生有什么意义吗？我最近一直也在想这个问题啊，可能大半辈子都被挣钱这件事情给耽搁了吧，没有去想这个事儿。从去年到现在，我一直在这想，这人生还有挺长时间呢，接下来干点啥？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可能太哲学了。对，其实我发现我觉得中国人和外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压力会特别大，所以很多中国人可能对于工作这件事情非常有抵触情绪。比如说996，我也真的是有朋友每天都在996，所以呢，他们就会非常的不喜欢工作。我觉得我至少是在做着一份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有一句话叫做兴趣可抵岁月漫长，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有好奇心的人，我比较喜欢跟不同的人交流，去了解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份工作对我来说，
我喜欢的，甚至可以说是我热爱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G996还不喜欢。我之前呢，在一家公司，我就不说哪一家了，然后呢，我曾经有2个月，每天都是就9点到晚上12点，然后呢，坚持了2月，然后呢，后来之后呢，我再到任何的公司，我都觉得，哎，去干一件事的时候毫无挑战。这一段工作经历教会了我，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比较专注。你去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真的从里边能发现一些乐趣，或者说给你带来一些金钱的回报之外，其他的一些东西吧。有一些外国人，他们真的一直都在工作，他们可能可以工作到70甚至80岁。有一些人吧，不能说全部，有一些人可能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对于工作这件事情是比较喜欢的吧，他们觉得，我工作到这个时间，工作到70岁，其实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其实现在中国的退休年龄在往后调整嘛，可能再过个10几20年会调整到男女都会调整到65岁，现在的退休年龄好像是女性是55，男性是60。外国人他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年龄退休太早了。对，他们觉得还应该为社会贡献力量的时候，还不应该退休。哎，我觉得人呢，要多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可能会就是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吧。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生活的压力更大，还是说在你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生活的压力会更大？我觉得这个跟压力大小没有啥关系，跟你看待压力的感觉有关系。就是每个人呢，每个人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压力？你指哪方面的压力？如果说是生活方面的话，我现在生活方面至少是不愁吃吧，吃饭不愁吧。对呀。然后，所以如果说我不买房，不在深圳买房，我可能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来自家人催婚的压力。对，请问你这个要播出去吗？其实刚才你也说了你创业的故事，你觉得你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踩中了时代的风口，然后吃到了时代的红利，所以你创业成功可能相对简单一些，可以这么说吗？可以。现在可能创业成功的机会会少一些，对吗？也不一定。其实你去找那种小机会，只要你找，肯定会有的。那你觉得就是说在创业方面是个人努力更重要，还是说找准机会更重要？这个很难回答，说什么会更重要。我觉得就是找准机会，你自己努力，两个结合吧。如果你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你越努力，它可能离成功越远。就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吧。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 Jim 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大家如果喜欢这样的视频呢，可以在评论里给我留言，我以后会做更多这样的视频，也会找更多朋友来给大家聊一聊他们的故事。最后，大家如果想跟我学习汉语的话，别忘了去我们的网站 everydaychinese.com 看一看我们的课程，现在正在打折哦。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话题，也可以在评论里给我留言。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